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苹果妹的频道。最近呢，应该很多人换了 iPhone 12啊，或者 iPhone 12 Pro， 然后发现说它的续航力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长。那我自己呢，从 iPhone 11换过来也是有一点不习惯，因为当初 iPhone 11几乎是2天一充。那依照我目前的使用的情况，我 iPhone 12大概是1天一充这样子。除了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它的电池本身就比较小之外呢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软体更新的关系，也就是 iOS 14，像是它新增的桌面小工具啊，导致它背景有更多程式同时在执行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来教大家10个 iPhone 12省电的小技巧。我会针对你萤幕啊、充电方式，或者是你定位服务跟网络服务这些你用不到的设定，我们就来把它关起来。省电的部分真的会差很多哦。那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教学影片的话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未来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如果你想要省电的话，就是要先找出你最耗电的 App。那这要怎么看呢？就是在设定里面的电池，那它是在隐私权上面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它点进去。你就会看到一个绿色的波动图，那你随便点一下绿色波动图上面随便一个点，那它就会显示这段时间里面你最耗电的 App 是什么。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绿色波动图最陡的那一段你在使用什么 App。像是我这一段很陡的时间，我就是在使用 Lightroom， 就是修图软体嘛，所以它当然很耗电。所以如果你在外面啊，你没有办法充电的时候，你就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 App。另外呢，电池上面有一个电池健康度，我们把它点进去。那现在因为刚买嘛，所以是100%。那下面呢有一个最佳化电池充电的这个选项，一定要打开。这个选项下面呢就写说，为了要降低电池老化的速度，所以 iPhone 会学习你充电的模式。它如果充到80%以上的话，它就会降低它充电的速度。那这个电池健康度要怎么维持呢？首先就是要避免过热，因为过热真的是锂电池的杀手。而且你手机温度越高呢，它不止越伤电池，而且它耗电速度也会越快。所以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在充电的话，可以不要使用手机，就不要使用手机，因为它在充电的时候就已经会发热，如果你在使用的话，它就会更烫，尤其是快充这个部分。还有就是要避免手机电量过低，最好都不要低于20%。像我之前使用 iPhone 11，我是完全没有在管它电量过低的，所以常常就是会用到没电，那这样就非常伤它的电池。所以后来我用到现在，电池健康度大概只剩90%吧。所以可以充电的地方就尽量让它插着电使用，像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让它边充边睡，因为你每次让它耗电都是一次循环，那越多次循环，它的电池老化速度就越快。再来呢，讲到 App 的部分，我之前其实有做过很多关于桌面小工具的教学影片，但是后来用一用都发现真的是太耗电了。像是 Widgetsmith 这种第三方的 Widget App， 它们真的非常的耗电，而且其实现在还非常不稳定。所以如果你非常在意电池续航力的话，可能就少碰这些第三方的桌面小工具 App。我觉得是美化大于实用非常多啦。那我现在桌面使用的就是只有天气的一个 Widget。再来呢，这次 iPhone 12加入了5G 网络嘛，那就有很多人说开启5G 的话，它的耗电速度会非常快。但是其实一般人在使用的时候不会那么常用到那么高速度的网络吧。所以 iPhone 里面它其实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性的使用5G。那这个选项呢就在设定里面的行动服务，那把它点进去，然后打开行动数据选项，就是第2个。再来选语音与数据，里面就有3个选项，第一个是5G 开启模式，第2个是5G 自动模式，第3个是4G。如果你是5G 用户，但是不想要那么耗电的话，就建议使用5G 自动模式。那下面这边呢就有注解说，它只有在电池续航力不会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使用5G 网络。那我们回到上一页，这边有一个数据模式，把它点进去，这里面呢就有3个选项，我会建议大家选标准。那标准呢，它就是会限制影片跟飞散的品质。另外呢，在网络使用的部分，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可以使用 WiFi 的话，就尽量连 WiFi， 因为如果你是使用行动网络的话，它会不断的寻找基地台，也就是更耗电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来看哪一些 App 偷偷在你的背景不断的重新整理。那这个设定呢，就是在一般里面点一下一般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背景 App 重新整理，点进去。这边呢，如果你希望你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，就不要一直重新整理使用网络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关起来。像是一些你根本就不觉得它需要背景执行的 App，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常使用的 App， 你就把它关起来这样子。还有另外一个 App 偷偷的一直在使用你的网络，但是你都不知道的，就是邮件。那邮件其实它是预设说它不断的会一直更新，就是收邮件。那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成，例如说15分钟收一次。那这个设定的部分呢，就是在设定里面，然后找到邮件，把它点进去。里面呢选账号，账号点进去。
最下面呢有一个截取新资料。点进去之后，你就会看到推播，它预设是打开的。它这个推播呢，它就是会无时无刻这个新资料就是会不断的一直下载。所以如果你其实并不是那么常收 email 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选项关起来啦。但是也不用担心说你把推播关起来你就收不到 email， 它下面这边还是可以让你设定，例如说你每15分钟或30分钟就收一次 email。那这边就写啦，关闭推播或是应用程式不支援推播的时候，将会使用下列排程设定。如果你要最佳电池续航力的话，就不要经常截取资料。那我自己是设定每15分钟。如果你不常使用 email 的话，其实就可以设定每个小时啊，或者是你手动截取新资料这样子。另外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每一次使用 Google Map 或者是地图的 App 的时候，耗电总是特别快速呢？就是因为这些 App 一直在使用你的定位服务。但是其实除了地图的 App 之外，有非常多的 App 都会偷偷的使用你的定位服务哦。那在哪里看这些使用定位服务的 App 呢？首先来到设定里面，找到隐私权。隐私权点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个定位服务。定位服务里面就有所有会使用你定位的 App， 这边呢你就必须要一个一个点进去，然后限制他们的权限。像是这边我就限制淘宝，它永远都不要看到我的定位。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它使用期间旁边有一个灰色的箭头，那代表是说它24小时内有使用过你的位置。那如果是紫色的话，就表示说它最近有使用过你的位置。这边你就会发现有一些 App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用，但是它还是会用你的定位服务。像这边有一个新闻的 App 啊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用这个 App， 所以我就把它设定成永不。然后在这些 App 的最下面呢，有一个系统服务，我们把它点进去。这个系统服务里面呢，就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把它关起来，像是指南针，我根本就没有在使用指南针。那下面呢，还有这个基于位置的建议，或者是基于位置的提示。它这个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在行事历里面加入，例如说你走到哪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它会提示你打给某些人。那我自己是没有在使用这个功能，所以我就把它关起来。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在使用吧。然后下面还有什么 Apple Pay 商家辨识啊，还有些什么 HomeKit 我也没有在用，所以我就把它也关起来。下面还有3栏是产品改进功能，我就把它们全部都关起来了。还有在 HomeKit 下面有一个重要位置，我们再点进去，这边要 Face ID， 这个重要位置你就可以把它关起来了。那它就会提醒你说，重要位置里面会影响到你的地图啊、开车勿扰模式啊，或者是 CarPlay 等等的。其实我都没有在用啊，所以就把它关起来吧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讲到萤幕的部分，因为这次 iPhone 它是使用 OLED 萤幕嘛，也就是说它如果是黑色的话，它基本上是没有背光的。因为之前 LCD 如果你是黑色的话，它一样是有背光，所以就建议说，如果你可以接受黑色背景的话，就尽量把它调到深色模式。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说 App 名称要怎么改成白色的，其实就是深色模式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希望白天它是浅色模式，然后晚上自动开启深色模式的话，也可以哦。如果要设定的话，就是在设定里面，然后找到萤幕显示与亮度，里面就有外观嘛，然后就有浅色、深色，下面就有一个自动。你就可以把自动打开，那下面就有一个选项，就是浅色直到日落为止，或者是你点进去之后呢，也可以自定时间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下面有自动锁定跟台起唤醒。自动锁定就是说你萤幕开着的话，它多久会自动关起来。我是选永不啊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省电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设定，例如说1分钟或者是2分钟，它就会自动关起来。萤幕关起来的话，就会比较省电。另外呢，自动锁定下面还有一个台起唤醒的选项，如果你想要省电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关起来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它从桌上拿起来，并不是想要唤醒它，但是它萤幕还是自己亮了，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烦，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台起唤醒的选项关起来。再来呢，如果你想要省电的话，也可以把震动这个功能关起来，因为震动是非常耗电的。那在哪里关呢？就是在设定里面的声音与触觉回馈，把它点进去之后呢，里面就会看到震动有2个选项，第一个是响铃时震动，第二个是静音时震动。那我们就把2个都关起来。但是如果你常常开会啊，但是又不想错过电话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下面这个静音时震动打开。那今天的省电教学大致上就到这边。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很多 App 都偷偷的在吃你的电呢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呢，你的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都有2天1充的续航力哦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教学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还有呢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我的账号是 AppleMate123，我会在里面分享我的生活照啊，或者是拍片幕后等等的，欢迎大家去追踪起来哦。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